现在爱泼斯坦案件现在在全美全部掀起一个风潮。为什么？现在大家已经谈这个谈非常久，就要不要去公布这件事情？没有。结果川普已经被轰了非常久，现在川普说：“对我公布出来了吧？现在要完全烧起来了吧？”结果第一个被烧到的是谁？我的天哪！竟然是民主党！我的天哪！竟然是哈佛的前校长！对，没错，川普很简单，被戏打给周围来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之前那个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大家都知道他跟川普关系很好，但是他在2019年在狱中自杀之后，他的过去的档案就被保留起来。被保留起来之后，美国的民主党就说：“你赶快公布，赶快公布，我们要在国会里面投票让他公布。”之前川普一直不愿意，所以导致什么？川普的民调一直往下掉。因为大家都说啊，你川普做贼心虚。好，就因为现在民调往下掉，川普好要公布，是不是？大家公布。他就决定说，要求这个共和党人，你就投票吧，通过吧，就是通过，那就这样子好。那结果没想到，你知道，川普马上就发了一个这个 True Social， 他说呢，民主党正用所谓爱泼斯坦的骗局来骗取选票，但他涉及的是民主党人，不是共和党人啊。他说要求司法部去查什么？查我们的这个所谓 Jeffrey Epstein 的档案。他说他跟比尔·克林顿。劳伦斯·桑莫斯，美国的前财长，霍夫曼，还有摩根大通、Chase 这些都是银行家，他们有什么关系？他说呢，这又是一场通俄式的骗局，而且所有箭头都指向民主党。这个出大事对，事实上，我觉得民主党真的，他们可能认为说不会骚扰他们，但是问题是，爱泼斯坦跟川普交好的时候，川普那时候的确也是民主党，所以这个真的牵扯到很多民主党。川普知道嘛？但是你不公布的时候对川普伤，那现在大家一起来伤，所以互相伤害。对，就没有第一个跳出来，马上就有人开始出来了。都还没公布，他马上就桑莫斯，他马上就说啊，我暂停所有的公众职位，但是我会在哈佛教书。然后他说自己是在阿普斯坦被定罪之后，能跟他保持联系是错误的判断，他对此深感羞愧，我愿意承担全部的责任。他是一个很大咖，对，他是美国的前财长，对，他更是哈佛大学的前校长，这么大咖的人，天哪！第一个被爆第一枪就是你。对，好，那事实上这个越来越多的丑闻就出来，好。那我为什么说之前对川普来说是个很大的伤害？因为很简单嘛，因为那之前呢，这个因为一直在爆料，没有完整爆料的时候，你看美国那时候 Newsweek 说什么，川普在爱泼斯坦档案寄出所谓XXX 布把的这个信件。那XXX布把是什么？他这个信件是说他有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克林顿，那写克林顿这个川普写了一个巴布巴布就是前总统克林顿，所以他其实当时跟克林顿非常好啦。对，但是问题是他就公布这个。公布这个时候，他就说给克林顿的昵称。那给克林顿什么照片呢？因为他的确有寄一封信给克林顿嘛。对。寄什么东西不知道，人家就说啊，你就寄了这张照片就对了。寄了说我们把这个手放在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动作。你看这个脸跟那个手，然后克林顿的脸，难怪川普要翻脸。对呀，因为骂我来弄来啦。因为媒体一直这样影射，我就影射的杀伤力最大。你讲不清楚啊，那川普也讲不清楚啊，那大家网络上恶搞。那恶搞的时候他就好，那这样，那我们刚才讲，事实上现在谁最尴尬？桑莫斯最尴尬。为什么？因为桑莫斯跟爱泼斯坦牵扯的东西，可能过没多久就要被披露。但是在披露之前呢，在哈佛大学一个叫《哈佛生红报》，马上就披露，因为他们要接这个校长的疮疤。那这个《哈佛生红报》是什么？它是这个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日报。然后前总统甘乃迪也担任过《生红报》的这个编辑。好，所以他就爆料，他就把爆料这个桑莫斯的丑闻，他跟爱泼斯坦有什么关系呢？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桑莫斯呢，他之前呢曾经喜欢上一个女生，对，这个女生呢就是之前的中国人这个所谓行长，这个亚洲开发银行金立群的女儿叫金克宇，对，那金克宇也是个经济学家，就没有他们两个就一直在通信，然后他想要追她，然后他就说爱泼斯坦跟这个桑莫斯说，因为这个桑莫斯没有 idea， 他就跟爱泼斯坦说，我要怎么追她？然后爱泼斯坦就跟桑莫斯说：“我是你的僚机 wingman， 这就是有点类似在助攻啦，你把妹啦，对，助攻的角色就对了啦。好，然后就说，然后已婚的桑莫斯就说：好，我信任你，爱泼斯坦没有问题。然后他讯息中说：我挫折，没办法，我好像追不到她。然后在下一次会议之后，他描述该名女子极其优秀、华丽，然后写下我完蛋了。”就显然是爱上她了嘛。完蛋是什么？就是晕船。对，那个时候他64岁。对，没错。这个金科宇当时几岁？36岁。你晕一个36岁的。不过我觉得事实上金科宇他的外貌条件的确是蛮好的。对，我觉得晕船这个又有才华又有漂亮的女生，我觉得这很正常哈。那他就开始这里面有很多文章就出来啊，他说好，他们讨论了这个桑莫斯跟金科宇父亲，一开始先讲我跟他父亲怎么样，但是急转直下。
金科宇就写给桑莫斯一篇文章，就请你帮我看看，因为桑莫斯是这个大佬嘛，你帮我看看说，我目前的这个到底要怎么写，然后几分钟又邮信感谢说，你对我父亲的支持，我很感谢你。所以桑莫斯等于是用职权的方式来接近金科宇嘛。好，那金科宇他们就很想要跟他见面啊。然后你看有一次，我觉得这很有意思。2019年3月的时候，他就说他表达沮丧的情绪。他说金科宇取消或缩短了跟我见面的计划，然后他对另外一个男生感到兴趣，吃醋了。对，所以他现在怎么办？他就跟爱普斯坦说这样，然后爱普斯坦就说他就跟爱普斯坦说你对中国女性的理解比理论更在行啊。对，桑莫斯跟爱普斯坦说，两个人就几率和数学开玩笑。但是呢，回到这个关系的时候，桑莫斯这样关系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爱普斯坦先开玩笑，你再次与危险同床的几率是0，就是跟那女生，然后又安慰桑莫斯说，他永远也找不到第二个劳伦斯·桑莫斯的几率是0，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等于是有点在打嘴炮嘛，安慰他老弟，你追不到他没关系，你虽然跟他在一起的几率是0，但是他找到像你这么好的几率是0嘛，是他的损失啊。对，这就有点老实讲，就有点像男人失恋之后互相的安慰嘛，对，就没想到后来他们通信没多久之后，桑莫斯就被捕了。这个爱普斯坦就被捕了，对，所以就是这样，所以等于说，你看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往来，一直到他被捕。这个非常妙。我们刚刚讲一大堆报道，都是哈佛大学里面的报纸，结果没有是等于是哈佛的学生是把自己前校长所有丑闻全部都爆出来，是哈佛又是那么左派，对，他在批斗他的前校长。不过我觉得这就是超狠的。不过我觉得这就是大学生他有这种批斗精神，我觉得是很好的哈。就没有他一直跟他交换意见，我怎么追这个金科宇啊？这个，你看他的父亲就是这个金立群，金立群就是前亚洲开发行的行长。那因为他有这个女儿跟桑莫斯，这个跟桑莫斯交好，所以要透过桑莫斯支持他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现在桑莫斯当然是完蛋哈。但是除了桑莫斯完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完蛋，那就是这个英国的安德鲁王子。为什么？照人家安德鲁王子他卷入什么事件？因为之前有一个女生爆说什么？她在17岁的时候，她曾经3次被迫跟安德鲁王子发生性关系，对，而且地点在纽约。在这个伦敦、纽约，而且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跟这个爱普斯坦的档案有关系的一个岛屿叫圣詹姆斯岛，它就是萝莉岛，就是他当时找了很多未成年在那个上面跟很多富豪发生关系嘛，他就把这个照片弄出来，就说你看我当初跟安德鲁王子的这个照片，然后他还说，后来他被侵犯了之后呢，他还常常看到安德鲁王子跟这个爱普斯坦的照片，他觉得很恶心。那甚至呢，安德鲁王子因为之前要保住他的这个王子的这个权位的时候，听说他当时有跟这个女生要达成和解，对，甚至还要付所谓1200万英镑要达成和解。但这件事情目前为止也不了了之，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不过因为那安德鲁王子卷入在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当然一定是他有跟萝莉发生关系嘛，所以他现在已经被剥夺头衔的一个位置，所以才讲现在这个所谓爱普斯坦的档案，现在才正要掀起滔天巨浪。到底里面会有多少桃色的这个问题，会桃色的这个新闻会出来？我们接下来要好好的观察。曾梦，如果这个档案一揭秘之后，滔天巨浪就要来，这代表一件事情，美国以为是一个民主国家，怎么这种很变态的人这么的多？你看到这个人，这是谁？这是美国的金州杀人魔，他非常狠，他性侵，他杀人，就他逃了多少？30年。他说他怎么30年逃亡之后，怎么是被抓到？你说他竟然败在一个点上，他真的百口莫辩了。是美国的检察官那个天后啊，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啊，他说他如何成功让这个逃亡40年洗细整泥的这个 Golden State Killer 这个金州杀人魔，金州就是加州啦，对，杀人魔怎么让他定罪？其中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当然就是 DNA， 第2个重点就是小鸡鸡。什么是小鸡鸡呢？来，为什么？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受刑人他叫D'Angelo，然后呢，他当年被控在1970到1980年的时候犯下12起谋杀罪，然后这个45起性侵案，甚至数百起入室窃盗来，你知道吗？后来检察官怎么样定罪的？你知道吗？怎么定罪？你想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被害人的证词，对不对？被害人的证词都写说，当时这个加害人就是 D'Angelo 的鸡鸡下体很小啦，很小，它叫极其迷你啊，他们用这样去形容啦，对，极其迷你这样，而且还要加个极其这样然后后来检察官呢抓到他之后呢，为了要这个证明是不是真的极其迷你，就叫人家去拍照嘛，因为你也知道上了法院，大家都要看证据嘛，证据都是书证嘛，一定要拍照。好，就叫这
摄影师跟警察去拍，结果摄影师说跪在那边拍半天，说我感到很挫折啊，我试了好几次，对他觉得很挫折这样。为什么？然后警察就说，双手一摊生气，那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后来说实话，他说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啦，他大概没有到3公分啦他大概是这样，跟一个小指头的尖端一样大，所以这个就被认定跟什么被害人的证词相符。还要是形容比一角硬币的圆周还小。对，就是1块嘛，因为美国也有一个1角硬币比他还小啦。他这么狠的一个人，对这么壮，虽然他现在坐轮椅，对结果你说他就只一个小指尖，小指尖而已，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小指尖这个东西，他伤害了很多人，对然后最后因为小指尖这个东西呢，他被定罪。那你说，赵市长你是不是按照抓到我给大家报告了，这真的超神奇，而且这个真的是美国刑事犯罪侦查的一个教科书。你知道按照抓到吗？你知道他在最后一个被害人，他1986年之后就没有犯案，他1986年的时候性侵一个女性，然后那当然就是杀害这个被害人，那留下了这个精液，那这个精液当然就被保存嘛，那你知道他就一直跑到2018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追他，有一个刑事侦查员叫 Paul 一直在追他。那到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新的这个基因定序法叫 SMP 定序法，他就把这个当年嫌犯的基因用 SMP 基因定序上传到一个网站，美国有一个网站很特别它是可以上传到这个基因比对的网站，然后上传之后，你知道吗？他有找到一些亲戚啦。3等亲的3等亲3等亲到4等亲，然后这个侦查员很厉害他找到了这一些跟这个被告有基因关联性的人之后呢，就去找他们亲访了他们之后，你知道跟他要什么？他依照系谱学的方式就跟他要了族谱，对，要族谱譬如说他可能找了数百个人嘛，然后就去家访嘛，找到有个共同的。所以你说他的系谱的这种追溯可以到1700年代，没错，他真的找到1700年，他真的是慢慢找，对，结果真的破了这个案子，走到最上面，然后再往下，然后这个当年比较特别的是，你知道吗？他把他设一个条件说。他可能有当过警察，因为他其实犯案的时候非常专业，宛如是警察。对，好，所以呢，他就因为这样子透过这个系谱学而落网。因此，这个案件告诉大家我跟你讲，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如果你犯罪留下任何的生物基证天涯海角都会找到你。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